哎呀，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非常激情啊！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以前是不怎么看这类题材的。上一次我对这类双男主剧情有点印象啊，还得追溯到高中那个《灌篮高手》那会儿。当时我看了一部同人漫画，漫画里流川枫和樱木花道那两人的互动啊，那份细腻的情感，正常恋爱都描绘不出来。据说那部同人还是原作者亲自操刀的，但那之后呢，我就再没碰过这类作品了。毕竟作为一个直女啊，也没有那么代入。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专门拿出一期来聊这部 Heated Rivalry 巅峰对决呢？其实我看这部剧一开始的原因是冰球。哎，你没听错，3年前我做了一件别人眼里特别疯狂的事儿，我连滑冰都不会，就直接冲进球场开始打冰球了。我第一次穿着球衣显摆就摔到了尾骨，疼了我3个月。我带着无知和无畏开始了我的冰球之旅。和我同一期学滑冰的小伙伴都不见了，但是我从此对冰球产生了极大的痴迷。我以前是个硬核玩家，玩了整整10年的英雄联盟，但是那种 V2 级别的真实的5v5的冰球联盟摆在我面前时，我瞬间就觉得屏幕上的点触按不香了。冰球那种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对抗，那种在冰上飞驰肾上腺素狂飙的感觉，真的只能用一个字形容，就是爽。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比打冰球更爽，那应该就是 XXOO 了。而冰球加上 XXOO 这种爽到极致的组合，全部出现在同一个剧里，这种组合就是这部剧爆火的基石。我最初是奔着冰球去看的，当然我也不排斥看冰上性感的男孩冰球打得出神入化，比如说我的男神 Conor Bedard， 他的 Rookie Year 也是我入队的 Rookie Year。 这部剧在政治点上也非常巧合。2025年5月5日，川普首次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计划对所有在外国土地制作的电影征收100%的关税。他称好莱坞正面临快速死亡，并认为这是国家安全威胁。注意这个时间点，这其实是我某一项目开始的时间点。我记得项目的第1周，美国资方的项目就全被砍了，全体裁员，吓出我一身冷汗。还好我参与的项目是魁北克资助的，并不受影响。这里要大声为魁北克呐喊加油！如果没有魁北克政府的大力资助，《巅峰对决》这部戏也完全不会拍摄，更不可能有后来的火爆了。后来2025年9月29日，川普再次重申这一威胁，特别点名批评了因为税务抵免吸引大量好莱坞剧组的加拿大，特别是温哥华和多伦多。最近一段时间，也就是2026年1月27日，川普在接受采访时重启了这一计划。他明确表示，如果电影是在加拿大或其他地方拍的，我就要收税。同时，他提出了低息债券来引诱制片厂回流洛杉矶。就是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一直想独立的魁北克替加拿大人硬起了一把，明确回怼特朗普：没有美国，我们照样火。那么，到底为什么这部剧能火成这样？它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心理博弈和多巴胺陷阱？这里含剧透啊！没看过剧的小伙伴赶快按暂停，先去看了以后再回来。大家点个赞，我们准备开始。第1集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就迎来了多巴胺高潮。观众看给剧想看什么，全部直接给你。尤其是我们这种亚洲小伙伴，在1刷的时候还没明白他们怎么勾搭上的，居然就直接上了。你在刷短视频时候几秒钟就能拿到的结果，在这部剧里全部给到你。节奏之快让人猝不及防，尺度之大，上来就告诉你，你要看这个，我给你看，我给你看。2刷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是Shane不自主的先勾搭以利亚的。
Shane 直勾勾的小眼神儿完全出卖了自己，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原来这么要。伊利亚直接接收到信号之后就大胆进攻，果然身体是诚实的，嘴上说什么都是假的，诚实的报出了自己的房间号。这个时候没经验的小伙伴可能还在想到房间里面会聊什么呢？这部剧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就是它太快了，什么都太快。现在的剧啊，往往前3集都在埋伏笔，但这一部的编剧导演简直是个心理大师，他知道你想看什么，第1集直接就把果实喂到你嘴里。这种节奏其实非常符合现在的短视频时代，先用最强的视觉和性能量勾住你。但大家别误会，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一部单纯的肉剧，那你就太小看它了。它真正的精华其实是在第5、第6集之后的情感升华。这里我要多聊聊我们的中西文化差异。在很多北美剧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男女主角一开始就一见钟情，或者直接开始肉战。但是在东亚文化圈，这是非常难的。一是因为性欲是一个禁忌话题，另外在亚洲人的人生观里，多是用头脑思考，最甜的也就是走心、心痛、脸红紧张、浑身瘫软这种直接走肾的行为，十分让人不齿。但其实身体永远比大脑更诚实。剧里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男主之一的 Shane， 他在尝试和女性交往时，身体竟然出现了故障，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深奥的话题：生理觉醒。我们平时总觉得大脑可以控制一切，我们可以靠心理暗示欺骗自己说我热爱这份工作，我喜欢这个人。经过我长期的观察和实验，发现这根本没用。如果你做着不喜欢的事儿，你的身体会诚实的通过腰酸背疼、失眠甚至噩梦来警告你。就像剧里的 Shane， 他的潜意识其实早就知道自己爱的是谁，只是他的亚裔家庭背景和那套严格的人生计划像一把锁一样，把他的自我认知给锁住了。说到亚裔家庭，剧里那个典型的精英母亲形象真的是太真实了。在加拿大培养一个专业冰球运动员，每年起码要投入几十万人民币，还要搭上惊人的天赋。在那种高压环境下， Shane 根本没有空间去探索自己的性取向，直到遇到了那份无法控制的深爱。而促成他这么快发现自己的性取向的人，竟然是他的前女友 Rose。 说到剧里面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是大大的一个赞，这些完美的女性帮助2位男性主角烘托2位男性主角，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无条件的支持着他们。伊利亚的青梅竹马 Svetlana 愿意长期假扮伊利亚的情侣，甚至愿意假结婚，让伊利亚拿到美国绿卡。Shane 的前女友 Rose 比 Shane 自己更早地意识到 Shane 的性取向，并且非常有爱包容了 Shane， 愿意做他最好的朋友。这里我要为加拿大白女点赞。 Rose 的设定其实是加拿大典型的白女人设，有爱包容大度，同时又非常独立，全然一个大女主的人设，有超高的情商能力以及大爱人间，可以说是世间的活菩萨。这里我不是想挑起男女对立啊，但是同样的事情换到白男身上，我能想象到的反应就是暴跳如雷，直接拉黑，并且抱怨对方浪费了自己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话说回来，这样的反应也许才是真性情。我相信并且知道世间有 Rose 这样大爱的大姐姐在周围，但是同时我也有些担忧 Rose 会不会回家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哭，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来她的男朋友80%都是被别的男人抢走了。这样完美、温柔、独立的性格，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对你做多过分的事情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副 CP 的姐妹 Kip 的闺蜜 Elena 根本不在乎 Scott 巨星的身份，直接约跳舞，直接放狠话，这种无视对方身份地位的架势，在东亚剧里面是真的很难看到。我们可能会说 Scott 很成熟，把丑话都说到前面了，是你 Kip 同意之后，两人感情进行到一定程度，你又既要又要，想要打破平衡，逼 Scott 公开身份。
你明知道后果有多严重，那可能是几个亿的经济链的折损，那可能是一代小男孩榜样的破灭，那可是不可估量、不敢想象的后果。但是在加拿大，人们不在乎 who you are， 而是在乎 what you do。 Kip 说到底是要先勇于表达。我一直在欺骗自己的家人，我没办法告诉我的父亲我和谁在交往，我的心里藏着个秘密，我很难过。表达是自由的，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有时候我也告诉自己不要顾虑太多，先勇敢表达自我，坦诚相见。你永远无法准确计算出一件事造成的所有连锁反应，但是起码你可以做一个真实的自己。然后我要说一说我们的精英女性 Shane 的母亲 Yuna， 她为了培养 Shane 打冰球，那是付出了全部的心血的。在 Shane 成功之后，也是变成了她的最佳经纪人，忙前忙后谈合约，给自己儿子铺路。所以当 Shane 最终向她坦白性取向的时候， Yuna 跑出去哭了。很多人可能觉得她是震惊，是失望，是无法接受，其实那是她作为母亲的一种认知坍塌后的应急反应。最让我想不到的是，他最后对 Shane 说：“这不能怪你，是我的错，是我让你没法对我开诚布公。”哎，大家听听，这种包容度在亚裔家庭里简直就是神级的存在。这不是我们认知中的那种窒息的母爱，而是我没能发掘你的特性，以及我为我潜意识中带给你对自己性取向的压力的一种歉意。这种境界几人能及？这也是我看哭的一个点。这就是伟大的母爱，也正是这样爱的环境下成长出来的 Shane 才极具天使善良的一面。最后，我们绕回来说一说 Shane 和以利亚这对最重要的 CP。其实对于40+年龄的人来说呢，他俩正处在20-30岁的年龄段，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值得共鸣的地方。一个是小孩子，从小打冰球的乖宝宝，另一个是家里饱经沧桑的俄罗斯高端大家庭，双方的面相倒是取得很好。Shane 圆润的脸蛋配上圆润的性格，以利亚脸颊缺肉，正对应了面颊上的六亲缺失以及坎坷的经历。对于这俩人来说啊，大家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天使与恶魔的互相吸引。以利亚就是那种嘴上尖酸刻薄又带点幽默，对于两性关系非常随意，用这种带刺儿的随意的外壳去逃避内心真实的想法。现实中我们遇到这种人都会敬而远之，但是仔细想一想，其实这类人非常可怜，可怜到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很可怜。我这次回国，在上海的地铁上呢，就遇到一个很奇特的案例，一开始让我不知道如何理解，但听到最后呢，才真相大白。事情呢是非常小的，但是震惊到我了。我在上海每天出去都要用导航，手机非常耗电，一般都会带一个充电宝啊。有一次我发现地铁与地铁之间的连接带呢，有2个小小的 USB 充电口，正好可以充电，我就把手机插上去了。刚插上去，在我旁边一个半米远处的一个中年大叔啊，就开始骂骂咧咧的说：“哎，现在的小姑娘怎么这么喜欢贪小便宜，连地铁上的充电机会呢都不放过，人怎么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啊？什么小便宜都要沾。”最后呢，还在继续讲一大堆难听的话。我这时候人已经宕机了，因为我想不通他说出这种话来的目的是什么啊！我甚至不知道有这类人的存在，但是他离我太近太大声，我又不可能听不见。他就那么讲着，我还在想要不要回应他几句。还好我听到了最后，他最后的大致意思是说啊，他们这波人被淘汰了，什么都不会用，羊毛也不会撸，还是年轻人聪明。所以他其实是想讲自己无能，讲我聪明。这让我联想到我们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啊，还有在农村一些文化水平较低人的表达方式。这里绝对不是地域歧视，不会说温柔的话，只会骂人。爱你的时候骂你是小次郎，训你骂你的时候说你是狗娘养的。无论是表达爱恨情仇的方式，全部是骂人。直观来讲，没有一句是全部正向的好话，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那个匮乏缺爱的环境。当你周围人没有一个人会真正表达爱的时候，你也就不知道有爱的存在。
而伊利亚恰巧生存在了这种环境，父亲能把母亲逼自杀，可想而知父亲有多刻薄。而父亲阿兹海默症之后仍然记得母亲而非继母，说明伊利亚的父亲对母亲还是有真感情的，只是我们可以倒推出来，父亲的生存环境有多恶劣。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小孩，怎么可能敢对人付出真感情？他的潜意识里是在说，我付出真感情，我就会被逼自杀，那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伊利亚看似玩弄感情，不专一，对人总是冷嘲热讽，实则是想远离人群，避免亲密关系的发生。他给自己套了一层带刺的坚硬外壳。圣和伊利亚的关系从最初的肉体吸引到性格相吸，他们有共同之处，同样是冰球巨星，天赋异禀，同时又对彼此有着生理性的吸引力。这最初的吸引简单直接，就是在洗澡间互相看到了对方的实体，但是之后的吸引更像是天使与恶魔，神与魔的较量。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觉，乖乖女喜欢渣男，或者妈宝男喜欢渣女，电视剧里也一直出现这种学霸加不良少年，天使配恶魔的搭配。为什么？因为不光天使和恶魔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而且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同时存在着神性和魔性。这种特性不是简单的用一句好人坏人来区分的，好人和坏人只是表象，好人是为做坏事的坏人，坏人是能做好事的好人。那大家就会说，明明就是有绝对的恶魔存在，比如说连环杀手，专门以虐待动物或人而获得快感的变态等等等等。这些恶魔的底层逻辑其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神的特性是爱，魔的特性是欲望。当欲望大到自己控制不住时，那就会做坏事，变成坏人。杀人的人是控制不住自己复仇的欲望，虐待小动物的人也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这种快感的欲望。而神魔有时又只是一念之间。例如，本来母爱是伟大的，是神性的，但是溺爱子女的母爱又变成了无尽的欲望。这种无边界感的爱变成了执着的欲望，也就变成了魔性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会被魔性的力量所吸引，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有魔的一部分。比如说《巅峰对决》这部片子，从非常魔性的肉欲相战，最后升华到了爱，甚至大爱，包括父母子女之间的那种爱，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这部片子最具吸引力的部分，从魔性转神性的过程。剧中最让我泪奔的便是圣想要帮助伊利亚举办慈善机构。当他说到举办一个冰球学校，把钱都捐赠到防止人们自杀的慈善机构那里时，这就是全剧最亮的高潮。全剧中你最喜欢哪个角色？我最喜欢的是Scott Hunter， 他有着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当然全剧里面几乎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最主要的是那种成熟而稳重的性张力，是神与魔的完美平衡，是将魔性肉欲最终能上升到神性爱的完美升华。而且他非常清楚他最害怕的是什么，最终他不顾一切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不计后果的去追求这份爱和内心的光明。一个大明星没有任何架子，姿态低得像一个普通人，共情能力又极强，全程交流无障碍。Scott 和 Kip 这一对非常的老套浪漫，但是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能品味出这段老套恋情中陈酿着多么香甜的味道，越品越有滋味。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位，我们下期再见。